人類文明到底還能存在多久？如果有一天人類征服了所有疾病，沒有戰爭，沒有瘟疫，甚至連小行星撞擊都繞着地球走，我們的文明就能永恆了嗎？很多人覺得，那當然，只要科技夠發達，還有啥解決不了的？但事實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殘酷，因為真正決定文明壽命的，從來不是文明自己，而是我們身處的宇宙。就算人類每一步都走對了，宇宙依然会像個冷酷的裁判，不斷發出文明生存倒計時，而且每一章都比前一章更絕望。那麼，人類文明到底還能存在多久？幾十萬年，還是幾十億年？今天咱們就把時間尺度拉滿，看看人類文明得闖過多少道生死關卡，才能活到最後。在開始之前，先告訴你個冷知識，如果沒意外，人類迎來的第一場世界末日，既不是太陽爆炸，也不是银河系毀滅，甚至不是50億年後太陽變成紅巨星。第一道生死符比你想象的早得多，大約在10億年後準時送達。制造危機的正是每天給你溫暖的太陽。沒錯，人類未來的头號敵人可能不是外星人，而是頭頂這顆看起來永恆不變的恆星。你肯定會納悶，不對呀，太陽不是還能燒50億年嗎？沒錯，但人類等不到它壽終正寢，地球就先扛不住了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太陽一直在偷偷變量，它的能量來自核心核聚变，每秒有6億噸氢變成氦。隨着氢減少，氦增多，核心會收縮變熱，聚變反應也越發劇烈。模型顯示，太陽每過10億年，亮度就會增加約10%。聽起来不多是吧？但對地球精密的生物圈來說，這簡直是致命打擊。你覺得陽光烈一點，多開空調就行了？太簡單了。地球宜居靠的是微妙的恆溫系統。當太陽變亮，氣溫飆升，海洋蒸發加劇。水蒸氣本身就是極強的溫室氣體，越多越热，越熱蒸發越快，這就是失控溫室效應，一旦開始就停不下來。更糟的是，高溫會加速岩石風化，把大氣裡的二氧化碳吸走。沒了二氧化碳，植物就沒法光合作用，成片死亡，氧氣也就斷了供。到那時，地球會變成熾熱乾燥的煉獄，所以留給地球生命的時間其實只剩大約10億年了。既然地球待不下去了，總得找新家吧。很多人第一反應是去火星。馬斯克不是天天喊着移民火星嗎？但你要是真以為火星是第二個地球，那就太天真了。現在的火星平均零下63度，大气壓不到地球的1%，全是二氧化碳，還沒磁場。這地方與其說是新家，不如說是個帶頂棚的地下室。那為什麼科學家還死心塌地呢？因為它有潛力。火星地下藏着大量冰，有水就有氧氣和燃料，而且隨着太陽變亮，現在的寒冷火星未來反而會變得溫暖。當然，咱們不能乾等着太陽來加熱火星，改造火星需要硬核科技，比如在火星和太陽間放個巨大的磁場發生器，幫它擋住太陽風，或者排放溫室氣體融化冰蓋。火星更像一塊待開墾的荒地，需要幾千年去裝修。但就算装修好了，咱們也無法高枕無憂。別忘了，火星和地球共用一個房東——太陽。當地球不能住人時，火星可能剛變暖，但再過幾十億年，太陽變成紅巨星，火星照樣會被烤成焦炭。所以，移民火星只是緩兵之計，咱們遲早得搬出太陽系這棟失火的大樓。如果有一天，人類掌握了曲率驅動或蟲洞技術，飛向了其他恆星，是不是就徹底安全了？恐怕不行。接下來要面對的是整個銀河系的巨變。大約40億年後，銀河系會和鄰居仙女座星系迎面相撞。聽起來很嚇人，其實沒那麼誇張。星系裡的恆星分布極其稀疏，如果太陽是一粒沙子，離它最近的沙子可能在幾百公里外。所以，兩個星系相撞，恆星間幾乎不會正面碰撞，整個過程持續幾十億年。對那時的星際文明來說，這更像是一次城市大拆遷，甚至還是好事，因為我们能利用的資源變多了，恆星數量從幾千億直接翻倍到上萬億。但宇宙的殘酷在於，它不給你喘息的機會，恆星總有燒完的一天。推測100萬億年後，宇宙裡的氫基本耗盡，新恆星不再誕生，夜空會越來越黑，曾經璀璨的星光會一顆接一顆熄滅。
這就是恆星時代的終結。沒有了恆星，就沒有了光和熱，生命賴以生存的能源消失了。在一個沒有太陽的宇宙裡，文明還能活嗎？答案可能會讓你大吃一驚。那個被視為宇宙殺手的黑洞，竟然會成為文明最後的救命稻草。在咱們印象裡，黑洞是只進不出的时空怪獸，但在万億年後的末日時代，黑洞反而是最可靠的核電站。首先是霍金輻射，黑洞會緩慢噴射粒子，雖然現在的輻射弱得看不見，但對未來文明來說，這就是最穩定的電池。更牛的是彭羅斯過程，如果黑洞高速旋轉，我們可以利用时空拖拽效應，把垃圾扔進去，換取巨大能量。這就像在榨取黑洞的轉動能，一個旋轉，黑洞能釋放自身 29% 的質量能量，而太陽聚變釋放的能量還不到 1%。這意味着一顆黑洞能養活文明極其漫長的時間。到那時，人類建造的可能不再是戴森球，而是圍繞黑洞旋轉的黑洞工厂。然而，黑洞也不是永恆的。霍金輻射在釋放能量的同時，也在消耗黑洞質量。質量越小，蒸發越快。銀河系中心那種超大質量黑洞，雖然能活10的94方年左右，但終會有灰飞煙滅的一天。當最後一顆黑洞也蒸發殆盡，宇宙會變成什麼樣？沒有恆星，沒有黑洞，沒有光，只剩下稀薄的粒子和接近絕對零度的黑暗。這就是物理學上最絕望的預言——熱寂。如果宇宙真的走到這一步，人類文明還有戲嗎？到了這個尺度，科學給不出標準答案，只能推測。有人覺得可以利用真空零點能從真空中提取能量，如果行得通，文明就能擺脫對天體的依賴。還有人更激進，覺得既然這個宇宙要涼了，咱們能不能搬家？在多重宇宙理論裡，我們的宇宙只是無數個泡泡中的一個。也許未來文明會造出跨宇宙的方舟，去尋找新家。當然，還有最後一種可能，人類文明終究無法逃脫宇宙的宿命。隨着宇宙走向熱寂，能量耗盡，文明也會隨之熄滅。聽到這兒，你可能覺得悲觀，但換個角度想，人類從學會用火到今天，不過才幾萬年。在這短短的一瞬，我們竟然推算出了萬億年後的宇宙命運。這種跨越時空的智慧，本身不就是奇蹟嗎？生命的意義或許不在於能活多久，而是在於我們曾經來過，曾經思考過，曾經試圖理解這片星空。就算文明終將熄滅，只要我們在存在的每一秒裡都閃耀過，那就足夠了。你覺得呢？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